男人因為買不起房，便在野外自己建造鋼鐵堡壘，不但有一體澆築成型的堅固外牆，就連屋頂也全部由鋼板密封，哪怕喪屍來襲也只能表示 YYDS。隨着閣樓的觀景台打造完成，為了提升堡壘的顏值，屋檐底部同樣要進行密封。不過在此之前，德魯找來了一截方形鋼，將其中一面給切開，安裝在屋檐底部，就得到了现成的导水槽。下雨時，屋頂的雨水就能沿着水槽往旁邊流。完事之後，就可以拿來鋼板開始密封屋檐。邊邊角角的地方還需將鋼板裁切出相應的缺口，扣上之後才能達到严絲合縫的效果。在密封2樓的牆體之前，德魯先拿來铅墜在地板上做好標記，而後通過螺栓將鋼板牢牢固定好，接着就可以将墙體框架給支棱起来。與此同時，門框窗框也要提前安排好，完事後就可以繼續拿來鋼板密封2樓的牆體。為了能早日住上新家，妻子也前來幫忙。雖然大部分工作都是德魯在搞電焊，但在妻子的輔助下，搭建的速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很快他們就將牆體給密封完成。為了提升室內的採光，他們還預留了許多的窗框，但為了達到東西南北都通透的效果，之前密封好的側面牆上還要再掏幾個窗戶。接着德魯繼續拿來噴槍，給剛搭建好的牆體也噴上同款油漆。等待油漆乾燥之後，就可以把玻璃門窗給安裝上去。由於所有的門窗都是按尺寸定制的，直接扣上再打上螺絲固定即可。為了保險起見，客廳外牆上的大玻璃德魯同樣交由專業人士安裝，畢竟他們人多工具全，安裝起來會方便很多。等所有玻璃都安装到位，還要進行一輪大清潔，不僅每一塊玻璃都要擦得锃亮，地上的鐵屑也必須要清理乾淨。為了給客廳物色一盞適合的吊燈，德魯來到建材市場精心挑選，但始終沒有一款能讓他的錢包中意。於是德魯決定不如自己 DIY， 他找來一個廢棄的馬車輪毂，一頓火花帶閃電的操作之後，原本毫不起眼的大鐵圈就變成了一件藝術品。由於純金屬打造的吊燈比較重，德魯先在鋼梁焊上大鐵鏈，之後再請來工具人幫忙安裝。當燈光亮起的一瞬間，原本看起來冰冷的鋼鐵堡壘瞬間就有了一絲煙火氣。為了給妻子足夠的安全感，德魯還在牆上掛了幾件冷兵器。現在他們的新家終於達到了居住條件。為了實現與妻子鴛鴦浴，德魯決定把後山的蓄水池改造成浴缸。於是他拿來角鋼先在水池四周焊接出框架，而後拿來木板開始搭建模具。頂部還要鋪設好鋼筋，完事後就可以拿來混凝土澆築。拆模之後，先將水池清理乾淨，而後就可以刷上防水材料。安裝好水泵以及加熱裝置之後，再安排上各種燈光效果。夜幕時分，與愛人泡個熱水澡，再喝上一杯冰鎮飲料，簡直不要太浪漫。雖然現在已經達到居住條件，但與德魯最初的設計還相差甚遠。畢竟集裝箱鐵皮房只是過渡，一棟真正的末世堡壘，外牆必須由鋼筋混凝土一體澆築成型。於是德魯再次開來挖掘機幼崽，將屋旁的碎石給清理乾淨。接下來的每一步，德魯都嚴格的按照圖紙進行施工。首先構建出地基的模具。為了防止開裂，內部還要植入鋼筋。在開始澆築之前，還需要先將集裝箱上的膠條給拆除，後續移除集裝箱就會更加的方便。接着就可以搖来混凝土開始澆築。另一邊的地基也是如法炮製。等地基足夠堅固之後，德魯開始在上面構建牆體的模具。為了確保牆體能足夠的堅固，往內部安排上螺紋鋼就很有必要。等所有工作準備就緒，就可以動用超能力摇來混凝土開始澆築。灌漿之後還要插上震动棒，防止牆體出现空。隨着第一層牆體澆築完成，德魯繼續用鋼板搭建出樓板的支撐。完事後繼續用混凝土澆築。
2樓的牆體也是同樣的澆築方式，不過在澆築之前，德魯還需要先用鋼板制作出弧形的窗框，為此他還專門購置了一台鋼板壓彎機，簡直不要太豪橫。隨着模具安裝到位，繼續用混凝土澆築2樓的牆體。3樓其實也是同樣的澆築工藝，不同的是，為了能做出堡壘的形狀，在澆築之前，需要先用方形鋼制作出延伸的底座。當這2面牆體全部澆築完成，如果之前只能稱之為鐵皮房，那麼現在就是正兒八經的末世堡壘。而接下來德魯還要繼續完成剩餘的牆體澆築，逐步的替換掉集裝箱的鐵皮牆體。